嗨，我是 CP。到底这次 MCO 2.0会维持多久？真的是2星期，还是会延长？没有人会知道。政府也需要看情况而定吧。现在的人赚钱速度远远比不上花钱的速度。很多人不到最紧急的时候，不会发现储蓄和后备金到底有多重要。到时候想找个钱刮痧都没有。距离农历新年还不到1个月的时间，很多公司因为疫情导致公司亏损，不然就是收账拖太久收不回，被迫减少开支。很多打工仔在等1年1度的花红，应该会变成梦了。这也就是现实生活。现在的情况最重要是先看自己还有多少的后备金。很多人原本的计划就是等花红来帮补生活，那机会会已经落空了。如果有，就当成是一个 bonus。 今天来让大家了解一下怎样分配财务，怎样增加收入，怎样减轻压力。如果现在真的没工作了，工钱也少了，别继续抱怨，没有人想让这些事情发生，但也成了事实，也就别回头看了。那么我们先开始探讨怎样分配财务。在行动管制令期间，有没有发觉后备金到底剩多少呢？打个比喻，如果还剩一个10,000马币，你会怎么分配呢？先开始计算每月到每星期的支出，消费也尽量的减少。例如吃，可以选一些比较大众化的食物，打包，要不然呢就是自己购买食材自己煮，这也可以帮助减低你的消费。当然如果你是购买自己的食材的话，你也需要去货比三家会比较好。如果这时间你真的找不到后备金，很多人第一选择就是个人贷款、信用卡提款，因为这个是最方便最容易的，也是最快的速度而拿到的现金。最后就是打算跟亲人借钱，虽然这些都是拿来应急，可是个人贷款和信用卡的利息可能几个月甚至半年你都很久的时间都还不完了。所以自己拿捏好情况才决定需不需要借到贷款或者信用卡提款。曾经的我也遇到这样的情况，可是我们没有选择个人贷款，只是借了钱，暂时帮助我的生活缓缓。还好过不久拿到工钱才解决这些问题。曾经每天省吃俭用，看着荷包做人的时候真的不容易。如果你曾经经历过，你就会明白。如果现在因为工作而受影响，最直接的办法也就是从 EPF 拿钱出来。虽然很直接，但是也间接影响了你退休生活的一部分的资金。如果有选择，最好就动用你的公积金吧。现在的第2部分，我们要怎样增加收入呢？在这个疫情，到底要怎样增加我们的收入呢？有没有发觉身边的一些朋友会突然在网上看见他们做 live， 是不是因为生活所逼？没人知道，除非你自己问他吧。其实很多人都是因为疫情导致失业，也让小部分的人开始了创业的路。无论几岁，只要你没放弃，都有可能闯出一片天。是不是在想说就容易啦？你有可能那么容易？创业真的很需要勇气踏出那一步。你的第1步是很重要。虽然也有机会会面对失败，但是如果你没尝试过，也没开始，也间接代表了其实这就是一个失败。命运是自己决定的，所以这也是我选择开始做 YouTube 的理由。如果我们需要增加收入，我们可以先选择从自己熟悉的行业领域开始，探讨可以怎么样做。我本身呢是从读 account 开始的，也帮过一些人、一些公司做账，当然也得到了一些额外的收入，虽然不多，也很累，至少是自己努力得来的。如果你选择拍片、上传社交媒体，可以选择自己的知识领域或者一些喜好。要记住，网上的回报是需要时间的，当然也是很漫长。如果你有工作，这个你可以当做是 part time。如果真的完全没收入，那么你要专注和用什么方法去推广是很重要。如果以上都不会，其实你还可以选择做一些宅配运输或外卖食物，帮人家送餐，这个也是其中的一个方法。只要你肯动，就一定找到收入的来源。但是你在网上寻找收入快钱，还需要小心。这个年代很多的老千或者诈骗集团在找吃，别以为借自己银行户口出去
就很容易的赚到钱，可能每一天或者每一个星期你就会有一个收入。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如果当你被抓到，这个是洗黑钱的罪名，所以自己要小心，不要以为快钱就是这么容易的得到。然后在疫情的时候，你要怎样减轻你的压力呢？如果已经到了一个没办法的阶段，其实你是需要省吃俭用，减少你自己的开销，也是主要生存为目标。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每一天三餐温饱，尤其是在疫情的期间，失业人数都在攀升。如果你是有家庭的，请跟家人好好的沟通，别自己一个人承担。我知道你是很想不想带给烦恼给家人，如果你的家人不知道也不了解你的情况的时候，可能会导致吵架，这个也是一个压力的来源。你可以跟家人讨论你们每一天的开销或者消费到底是在哪里，公司多少，认真的计算。无论你是在家 work from home 或者是照常上班，都是需要计算好自己的消费。而我的消费多数都是来自吃、交通、水电费。其实在水电费方面，你可以参考回你之前每一个月平均的价钱，再除以30天，其实你可以把它当成是你每一天的支出。水费我个人觉得费用不会很高，反而是电费，因为现在多数人都已经习惯了经常的开冷气，而且在家时间越多，用电量也就会越高。可能在这个时间，你就需要把你用电量减短，或者减少你的费用，尽量的少开一些冷气，用你的风扇来代替，所以电费才不会这么高。如果你要减少开销，在吃方面尽量选择一些经济套餐，或者可以自己购买1星期的食材，然后自己煮。可是食材方面，当然你需要分配好每一天或者每一餐的分量，而这样子大量的买的话，可能你会比较便宜。而在交通方面就比较难去省，除非你是共享车，跟同事一起去公司而已，不然选择是不多的。记得每一个人的现金流是很重要的，有收入尽量的分配好你的现金，怎么动用就好。现在我们来总结一下，分配财务，增加收入，减轻压力。你可以用自己的经验和领域知识来拍 video， 做些经验和分享，或者你可以写 blog， 或者自己创业也可以接一些 freelance job。 最重要的是你需要度过这一次的关口，这个经历是非常的难忘的，才会记得财务和管理和理财是很重要的。所以请大家记得 subscribe， 打开小铃铛， like 和 share。